现在给大家讲讲这辆车的一个配置啊，底盘的话是 2.5T 的一个柴油，然后手自一体的，然后 C1 的驾照就可以开。整体动力的话，给我感觉就是 2.5T 的柴油的话，从我的理论角度来说，应该是动力还是非常猛。但是因为车身比较重，所以说可能开起来的话，给人的感觉跟我原来开小车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就尤其是刚上车的时候，就是很猛踩油门的话，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反应。后来其实也想明白了，房车上毕竟有很多生活的设施在上面，所以说开房车还是要有一颗耐心，就是说慢一点，然后的话想明白了以后，我发现开起来这辆车还是整体不错的。第二的话，就是因为原来都是开那种小小的车嘛，现在的话开这么大的车，对后视镜的把握的话，可能还需要有一个熟悉的一个过程吧，这是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整体的房车配置，我们水电的配置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呢？我们是600瓦的锂电池，这辆车的话应该是加装过了，原厂的话，出来的话应该是2块120安的那个胶体电池，然后的话，上一任车主的话应该升级了600瓦的锂电池。第二的话，上面的话顶置的话配了一个100，这边是应该是600安时的锂电池，上面的话应该是配了150瓦的那个太阳能板。相对来说，这个太阳能板的话就是稍微小了一点点，后期我有可能会考虑给它去就是加装一下。然后锂电池的话暂时不会去改，然后从目前情况看的话，应该也够用。然后我们看看我们后期整个行程过程当中，然后大家再来看看我们整个600瓦的锂电池对我们这样的一种环中沟油的话，是否会带来压力，就是够不够用，这个后期我们会压。水的话，我们是180升的清水箱，应该是80升的一个污水。如果说你洗澡洗的不勤快一点那我觉得待个2-3天应该都还够用吧。然后我们自己还配了另外手提式的嘛，就相对来说的话，我觉得暂时应该问题不大整体最后什么情况，我们还是要去看我们整个旅途当中，然后遇到的一些就是问题，然后再来给大家去总结，就是整体的房车配置怎么去适合自己。这是整个房车的一个配置。第二的话，讲讲这个重点就是这个房车的价格。这辆车的话是19年的车，是威浩的那个592-3的一个系列，然后出厂价的话是43.999万，应该是在44万我具体的价格不知道估计会有几万块钱的那个优惠，但我觉得第一任车主的话，他加装了锂电池600安时的锂电池，然后加装了一些太阳能这样的东西，他可能也额外加了一些钱。第二的话，我觉得买新车肯定有那个购置税嘛，那整体的他的新车我觉得还是应该是40几万还是要的这辆车。然后这辆车是2019年4月4号上的牌，到现在为止的话是1年半左右，整个它的使用的里程的话是在2万，我拿到车的时候是在27000公里，这样一个里程1年半的时间，然后车价我购入的价格的话是在26万多一点，也就是说折价10几万。然后的话不知道整个我买的到底是合不合适这样的价格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下，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买二手的房车，但是从我心理角度来说，我觉得我是还算是比较可以接受吧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比买新车那划算太多了，因为我新车买过来的话要40几万，到现在的话我总共折下来有十几万，也就1年多的时间。然后整体的车况的话，包括里面的设施的话，我觉得保养的都还挺好的，也就是说成色还比较不错，所以说我觉得至少能达到我心里的一个预期吧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最后的话还是跟大家去交流，就是二手车和房车你们怎么去选。首先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说的话，我觉得建议买个二手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知道你能玩多久，你也不清楚你能就是什么时候会换车，或者说自己的需求是什么。
你类似于我们现在买过车来什么都没有改，为什么？我们要在玩的过程当中才会知道我们的需求点是什么，然后再去进行改造，我觉得会更合理一点。如果你一上来买一辆新车，那你后期发现改造的和各个方面想象的跟自己的想象不一样，或者说你在旅途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那你就会损失的非常大。所以说我觉得新手还是挑选二手车。那二手车的不好的一点是在哪里？首先当然是二手别人用过，可能有些人会有阴影，比如说不是新车，新车都是我的，干净，这是一方面。第二的话，就二手车的配置方面，可能挑很多车你要去选，因为的话，这辆车也只是满足了我对原来房车的一部分的需求，包括里面的洗衣机，原来我觉得是很需要的，然后包括的户外燃气灶，这辆车都是没有的，包括太阳能板，我觉得都不够的。但是往往二手车就是这样的，就是新车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喜好来看，你可以加1000安时、1200安时的锂电，700瓦的太阳能板，你都可以直接出厂你就可以用。但是二手房车你想买到全部布局也好，配置也好，都按照你的来的话是比较难的。所以说这就是新车和二手车，好吧？然后你会怎么选？就按照你自己心里的想法，包括按照你的实际需求，你再去做一个挑选。然后如果这辆房车玩1年以后再卖会卖多少钱，那我也不太清楚。如果有懂行的这些朋友们，可以在我的留言区给我做一个评论，好吧？这一期我们的一个房车介绍就到这里。